静默片刻，魏无羡道：“别开玩笑了。”蓝忘机握住他肩膀，眉目间满是痛色，再找不到一点平日的冷静，几乎是喊着道：“魏婴，你究竟要我说多少遍？修炼邪术的人，从来都……你说够了没有？事到如今，是我想放弃就能放弃的吗？”魏无羡终于没能忍住吼了出来，同时狠狠一掌拍向蓝忘机，却因浑身无力，并没能把对方拍开。心里一阵五味杂陈，反倒是因此镇定了一点，尽量放缓了语气道：“不管怎样，这次谢谢你了。”自己的窘迫模样，可还有没让他看到过的？魏无羡在心里自嘲地想。他又道：“放手。”蓝忘机恍若未闻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魏婴，跟我回姑苏。”什么？魏无羡眯了眯眼睛，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来。蓝湛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我跟你上了几次床，就喜欢上你了吧？他如习惯一般理所当然的这样想，可话到了嘴边时，却发现自己竟是说不出来了。蓝忘机看着他的那双眼睛，温柔的让他几乎要陷进去，温柔的让他不敢无视自己的心。蓝忘机沉默着，一手抄起他的腿弯，将他从水中抱了起来，足尖一点上了岸。魏无羡被他小心地放在地上，灵力流转一周，浸湿的衣物便又变得干爽舒适。蓝忘机就着这个姿势，将人重新揽入怀中。魏无羡的手腕被他牢牢握在手中，蓝光流转的灵力仿佛永远也不会枯竭，无止无息地流淌进来，温柔地治愈每一处创伤。魏无羡本觉被人这样抱着太没面子，想要挣扎，却又实在对蓝忘机这样的动作没有什么抵抗力，摆了摆手没甩脱，干脆就由着他去了。又有谁会拒绝这样一个温暖的怀抱呢？乱葬岗的冰冷营业可是真的很难挨啊！有什么从心底升起，几乎就要让他张开嘴，把那些话都说出来，可总有一点不知道哪里生出的执拗，将他们在半途不甘心地截下了。疼痛散去之后，涌上来的便是深深的疲倦。他全身放松地靠在蓝忘机怀里，寻了一个舒服的角度，闭上了眼睛。鼻尖是清冷的檀香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寺里的古佛与青灯，可带上了这份温度，又平白生出一股红尘中的眷恋。他感到蓝忘机低下头来，轻轻吻住了他的嘴唇，像蝴蝶的翅膀抚着花瓣，像蜻蜓的尾尖点过水面，温柔而虔诚，无关情欲，无关风月。像是想到了什么，魏无羡忽然睁开眼睛，似笑非笑地望着蓝忘机，道：“蓝湛，问你个问题。”蓝忘机抬手去和他的眼睑，柔声道：“什么？”魏无羡拨开他的手，继续问道：“那天，我是说你喝醉的那天，你从头到尾一直都是醉着的，什么都不记得？”蓝忘机面色不改，魏无羡却眼尖地发现这人的耳尖竟是微微红了。犹豫再三，蓝忘机缓缓道：“中途就醒了。”这下换魏无羡惊讶的说不出话了。你可以啊，蓝湛。蓝忘机下意识别过了脸，只片刻又很快转回来，注视着魏无羡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心悦于你，绝非戏言。”那双总是无波无澜的浅色眸子，如今写满了情绪，颜色却分外温柔，如同微风吹拂下的水面，浅浅的荡漾开涟漪。在那每一圈里，魏无羡都找到了他自己的身影。心里某处被轻轻拨动了一下，像旧时他屋前檐下挂着的那只久半帘的银铃，被夏风一吹，叮铃作响。蓝忘机微凉的手掌重新附上他的双眼，遮去了黄昏时刻妖娆的天光，嗅着对方袖底扬起的檀香，魏无羡安然闭上了眼睛。魏无羡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他梦见自己一觉醒来，射日之争竟是已经结束了。他和江城搬回了莲花坞，院内摆设都与旧时无二。循着菜肴的香味，推开厨房的门，江燕离拿着勺子转过身来，向他温柔的笑。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坠了地。如今再没有温室，再没有高高在上的太阳，他们经历了苦难，一步步跨过生离与死别，终于可以重新安定下来，清清静静的过日子。魏无羡本是这样想的，梦中的他混混沌沌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只依稀记得从某天起，他忽然就成了众矢之的。蓝忘机曾经在他耳边一遍遍不厌其烦重复的那些东西，竟全都应了验。也许事情的矛头根本就不重要，只邪术二字便足以在他与百家之间画下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江城看他的眼神渐渐复杂起来，师姐的面上也隐隐写上了担忧。唯独他对那一切熟视无睹，仗着年少的轻狂劲儿，
一步步将事情引向最坏的结局。后来发生了什么，他都已看不清了。模糊的视线里依稀飘过白色的衣角，上面是再熟悉不过的火焰纹章。谁的脸上蒙了尘土，高傲的眼角划下泪痕。他低头去看自己的手，黏糊糊的嫣红一片，腥甜的味道让他仿佛重新置身战场。倒下的女子一缕发丝飞扬，缱绻地缠在他的手上。那是谁？他忽然想起年少在姑苏求学时，蓝启仁曾睚眦欲裂地骂他的话：若是你想到了，这玄门百家也就容不得你了。当真是一语成谶。梦里的画面又倏然变幻，魏无羡看到自己正发了疯似的向前奔跑，前方似乎有一点光，幽幽的红色，时而诡异如地狱深处的鬼火，时而却又温暖如归家引路的灯烛。他的周身尽是黑暗，只能别无选择地追寻着那唯一一点光源而去。然而那点明亮也渐渐暗淡下去，终于悄无声息地化作一缕青烟飘散。黑暗如潮水，不曾有过的绝望与恐惧将他包围。他茫然地瞪大了一双眼睛，却依旧什么都看不见。他在梦中挣扎，冷汗爬上额角，眉头紧紧扭作一团，四肢重若千钧，提不起来也放不下去，只能徒劳地扭动着脑袋。忽然从虚空中伸出一只手来，用力拉住了他。魏无羡打了个激灵，回过头去却看不见任何人，只是那望不见尽头的黑暗中，竟是悄然亮起一圈白光，轻如风，柔似雨，隐约还有一点檀香。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喃喃道：蓝湛。蓝忘机坐在他的身边，替他抚去额头上的汗珠，握紧了他那只手，温柔又肯定的道：我在。梦魇中的人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死死地回握住他。蓝忘机垂着眼帘，一双眼中除了躺在床上的那人外，再无其他。他微微低头吻了吻对方颤动的眼睫，重复道：魏婴，我在。魏无羡这才慢慢安静下来，重新睡了过去，手却仍紧紧地握住蓝忘机，仿佛担心他会跑了一般。梦境中的黑暗终于散去，像是阴云密布的天空中忽然照进一线阳光，映亮了他周身模糊的景色。他走出了那片虚无，又渐渐走进一段回忆。蓝忘机久久地注视着二人交握的双手，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轻身吹灭了桌上的烛火。春风拂面，天光正好。魏无羡走在云深不知处静谧的院落里，嘴里叼了根草叶，吊儿郎当地背着手，像在自家的后花园里闲逛。他慢吞吞地挪进藏书阁，果然就见蓝忘机早已端坐在案前等着他了。见他来了，目光冷冷地抬起头，质问道：为何迟到？魏无羡笑嘻嘻地对上他的视线，毫不在意地把嘴里的那片草拿出来丢在地上，强词夺理道：谁让你家仙府这么好看，逛着逛着就忘了时间了呗。蓝忘机闭了闭眼，淡声道：坐下。魏无羡也不多逗他，从善如流地在他对面坐下来，拿出昨天魏超誊完的那页纸，从笔架上抽出一支笔。他难得如此听话，蓝忘机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见他确实一副无心作妖的模样，才重新翻阅起面前那卷书来。魏无羡抄了3行，忍了忍没说话，又抄3行，忍了忍不动作，掀开一页过去，再抄3行，终于觉得骨子里痒得受不了了，忽地抬起了头。对面那人显然没料到他这般动作，来不及收回视线，二人的目光在空中撞上。魏无羡微微一愣，随即不怀好意地笑开：蓝湛，你不看书，看我做什么？看我好看？蓝忘机眉头抽了抽，道：无聊。魏无羡一手托起腮帮子：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无聊了，不过我倒真是第一天知道，原来蓝湛你也会干和我一样无聊的事。蓝忘机辩解道：我没有。魏无羡哈哈大笑：还说你没有？那你看我干什么？做了别不承认呀！哈哈哈！那笑声越来越猖狂，白衣少年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终于忍无可忍地将对方禁了言。那时的魏无羡笑得欢，被禁言了又忙不迭地在纸团上胡乱涂抹抱怨。现在的他却是看得清楚，蓝忘机年少青涩的眼底分明就有一丝波澜闪动。欢迎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听完整版小说。